儒家呢，那么儒家就在书院中不断的传承着下来。现在100年前，书院消失，所以儒家失去了传承与讲说的场所，因此儒家中断。因为任何学问，不管你如何高深，你都得有一个自己的传承、练习、成长的环境。你没有这个环境，那么我如何学习它呢？我如何训练它呢？很多东西它是要长期熏陶训练的，就是我们前几天说的，它要沉淀的，你要给它一个沉淀的机会。这个沉淀又不是1天2天就能完成的，怎么的也得5到10年，这都是快的，慢的都得1、20年、20、30年的沉淀，这门学问才能沉到自己的血液中，沉到自己的脑细胞里，沉到自己的灵魂中。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往里渗的。不管你是学佛、学道、学儒，它是一个慢慢往里渗的过程，它不是说一下子你就扫一部经你就懂了，不是这样的。儒家也是从小就要，童子功几岁的时候就要送到书院，天天读，天天读，慢慢渗，慢慢渗，慢慢渗，慢慢沉淀，慢慢沉淀，最后融到自己灵魂中，融到自己血液中。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为善之道，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些东西都融到自己的血液中去了。这就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君子，伟大的圣贤。那么这些伟大的君子和圣贤都是从小开始一点一点昼夜不停的学习，用1、20年、20、30年跟着学问一起成长。我们的身心也在成长，学问也在成长，学问跟我们的身心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也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这些四书五经慢慢的渗到自己的血液中，渗到自己的细胞中，渗到自己的神经中，渗到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和言谈举止之中。这些东西都不是空讲能达到的，都是实在的沉淀才能达到。佛家也是，道家也是，通通如此。但是到100年前，道观失去了传承道家文化的功能，道观成了什么呢？成了宗教活动场所，不再是一个道家文明文化传承、练习、成长、沉淀的一个场所。那么佛家也是如此，100年以来，佛家的寺庙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旅游化，越来越宗教化。目前只保留了宗教功能，就是这些寺庙只保留了宗教功能，失去了传承佛家文化、培养后世青年的这个教育功能和文明传承功能，完全丧失。这样的话，儒佛道都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传承的载体，就是寺庙这些教育。寺庙中的教育、道观中的教育、书院中的教育全部取消，这就从根上把中国文化切断，导致100年来甚至更久以来，中国的儒佛道再也没有人才诞生，因为失去了传承，失去了培养的环境，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因此就再也没有了，书院都没有了，都被拆掉了。现在即使留下了几个书院，也都变成了旅游场所，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只是供人瞻仰的几个古房屋、旧房屋，大家到这些房屋中缅怀。你像我去过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我也去过，不是那个著名的鹅湖之争吗？鹅湖之变的那个鹅湖书院，我也去过。这些代表性的书院全部里面只有工作人员，再无师生，它再也不是一个教育场所了，它现在是一个旅游场所。旅游场所它就要有工作人员来卖票有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有工作人员来
这个打扫卫生呀，那么它当然就要有一些工作人员。那么我们在那里只能看到工作人员，再也看不到儒家的师和僧在里面了。里面的全部是空房子，进去就是看一个空房子到另外一个空房子，所有的这些完全都是空房子。这就是儒家的现状。再好的一门文化，没有一个固定的传承场所，一个固定的师资体系，那么这个文化也会悬空中断。那么我们的儒佛道文化就是这样中断的，因为失去了它的存在的根、活动的场所，以及发挥传承教育功能的。什么叫教育？我们给教育下的定义就是文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名曰教育。那么文明文化传承它要有场所，它不能够悬空在空中传承，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不可能通过空气空中来完成，它一定要有一个很具体的场所，我们大家在这个场所中一边生活一边学习，这才可以很具体很现实但是遗憾的是，儒佛道都失去了它具体传播传承的场所，这个是很要命的。这个是从根上把传统文化，就是儒佛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根上摧毁，它后继无人了，它当然就消失了，就毁掉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坚持鼓励大家办书院的原因，就是书院在我们手里还要再次复活书院是什么？就是具体的传承和成长的场所。你要给这个文明一个具体的场所，给这个文明的传承，也就是给教育，不管是佛家教育、道家教育、儒家教育，你要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所。没有场所，凭空它是没有办法传的。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文化是在空中就传给了下一代，那下一代又在空中又传给下一代，那是不可能的，那是耍魔术啊，还是耍神话呀？它是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一个场所，一个一个楼房，我们生活在楼房中，在这个楼房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博大精深的文明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再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不光是传授，你还有传授完了以后消化呢，沉淀呢，这些消化的过程、沉淀的过程，那也是需要时间和场所的，它也不是在凭空就完成的。因此我们就要再次复兴书院，因为现代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教育叫西式教育，完全是拷贝西方的，是给西方的传过来的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量身定做的一种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就是再强调一遍，现在小学、中学、大学，就是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是给西方传过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量身定做的教育场所、教育方式。因为它从一诞生的时候就是给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量身定做的，它就不是给儒家、佛家、道家量身定做的。因此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严重不适合讲说儒佛道，它的这种教育体系，它的这种教育架构，它的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研究方式都不适合传统的儒佛道的教育与传承。那么儒佛道的教育与传承必须另辟蹊径，为儒佛道，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学和圣学要量身定做一个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那么这个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书院制度。我们的书院就是专门给生命科学、专门给国学，也就是具体说儒佛道量身定做的一个传承场所、教育场所、学习场所、提升场所、沉淀场所。
就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也就是说，我们各自都为自己的服务对象量身定做。那么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是为西方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量身定做，他们专心服务于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那这个没有什么错，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为中国的儒佛道、为生命科学量身定做一个教育体系，一个固定的场所。那么这个教育体系、这个固定场所、这个固定环境，专心服务于生命科学和就是儒佛道的圣学，我们也是量身定做，所以大家都服务于各自的对象，为各自的服务对象量身定制。我们必须自己建立自己的教学体系和传承场所。那么这就是我提出的复兴书院。我们的这个书院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新书院。那么它新在何处呢？那么新书院当然是针对过去的旧书院而言的。那么新书院新在何处？第一，教学方式之新；第二，这个范围之新。范围之新，比如说过去的书院只讲儒家，那么寺庙只讲佛家，道观只讲道家。现在不了，我们的书院里面儒佛道皆讲，不是只讲儒家，而是一切圣学皆要传承。这就是新，内容的新。过去内容就仅限于儒家，书院嘛，当然是讲儒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书院当然是讲孔孟之道，在我们新式书院中就未必了。当然包括孔孟之道，包括儒家，但是不限于儒家，一切圣学皆可传授，这是一个差别，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差别是，过去的书院只讲学统，不讲道统，就是里面没有实修，没有实证。那么我们的书院里面既要有学统，还要有道统，要有实实在在的修正，实实在在的把身心净化掉、升华掉，实实在在的成圣。不是开玩笑，是真要成圣，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理想，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尽快实现的人生目标。过去就没有，过去呢只是把成圣限定在一个书本上不是现实中。那么现实中只讲学统，没有道统，没有实修实证的这个体系。而我们的书院要有实修实证的体系，每个人要切切实实的去实修，要闭关，要践行，要践履，要讲到哪就要执行合一到哪，要把所有的学问最终都要落实到身心中去，落实到生命中去，把它变为生命的现实，身心的现实。那达不到我们就要去让它达到。讲治良知，我们就要真的治良知，真的要把良知呈现出来、彰显出来，它不再是一个概念，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真真切切的把良知呈现出来，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一个空概念。那么这是一个差别，就是我们除了有血统，我们的新式书院中还有严格的系统的道统学习与传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生命科学的完整体系在书院中传授。那么新式书院中传授生命科学，在大学中传授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这就是我们各自服务一个不同的科学体系，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也需要有环境来传授来传播，那么生命科学不能中断，需要传承，需要传播。那么自然科学就能中断了吗？社会科学就能中断了吗？当然也不能中断，因为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外解放。我们早早的就说过，外解放和内解放同等重要。我们永远不轻视外解放，我们永远高度赞扬、尊崇、尊敬
外解放，我们尊重这些外解放的科学家们，永远尊重他们，永远敬重他们，也是相当伟大的，是人类中最伟大最杰出的人，理应获得我们最高礼敬。那么既然自然科学不能中断，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场所去学习，去传给年轻人，去传给后代，去传给更多的人。那么这个场所是什么？就叫大学嘛。所以大学的存在十分必要，我们要倾全力维护维持大学的存在，同时要用全力维持维护书院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维护生命科学的场所、传承场所、学习场所。这样一捋，这思维不就是很清楚了吗？